丰田 Super 绝对是每个男人的梦想，它的性能堪比超跑，但价格甚至还不到他们的一半。强子一直是 Super 的粉丝，但新款价格太高，他买不起，所以选择了这辆90年代的顶配 MK4。它搭载了3升双涡轮直列6缸发动机，能提供将近400匹的马力。要是经过车厂改装，应该会更快。此刻强子正马不停蹄地把车子开回去。回到车厂时，他看见海伦在门口等，于是就故意耍帅。最后一个急刹停在2人面前，他激动地给海伦介绍车子特点，说完还不忘轰了几下油门。虽然这辆车确实不错，但这是车厂第一次接触日系跑车，接下来该如何改装还是问题。所以他们先把车开进工作室，然后开始制定计划。强子认为这辆车的马力已经足够大了，而且发动机保存的也很好，所以不需要对其专门处理。他觉得这次的改装重点要放在车身，现在的车身看起来就像一条压扁的鱼，和其他跑车相比简直太丑了，所以必须换一套更宽的车身套件，增加车子的压迫感。同时考虑到这是一辆日本跑车，所以海伦想给车身来一套炫酷的动漫插图。不得不说，这个想法确实很有创意，完成后效果绝对震撼。正当大家在激烈的讨论时，强子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一个翻身就跑到了车里。只见他按下了一个按钮，车头就出现了一个分流板。这个举动给众人提了个醒，要是把后面的尾翼也做成自动的，前后相互呼应，那么车子绝对非常酷。至于车轮方面，海伦想在上面装一个涡轮风扇，把空气循环到刹车上，这样不仅能提高制动效率，还能降低刹车片的温度，可谓是一举两得。现在这辆车的改装方案制定完成，接下来他们就开始拆车。当强子拿掉机盖看到发动机的一刻，不禁感叹这真是一件艺术品。这个发动机的设计很巧妙，上面的2个涡轮会根据引擎的转速调节自己的工作状态，尽可能的发挥最大功率，让你成为路上最靓的仔。介绍完性能后，他们继续拆车。当车身套件都被拿掉后，胡子开始处理车子的膜。他在刮膜时必须要足够小心，要是手重了很可能损伤原车。而一旁的海伦和强子也没闲着，2人把车内的软装都拿了出来，要对车子由内而外进行大翻新。完成这些后，他们又重新订购了车身的套件，这些套件和原的相比宽了不少，就像一条华丽的裙子。为了看一下效果如何，众人把套件简单的装到车上，并用胶带进行固定。当所有的套件都装上去后，跑车的气质一下子就出来了，看起来压迫感十足。不过这只是刚刚开始，后面的改造之路还很漫长。接着海伦又搬来一个包裹，这是一个巨大的碳纤维扰流板，按理说只需要正常的安装就好了，但强子不打算这么做，他自己设计了2个支架和一个自动化系统。这个支架会从底盘延伸到上面，让车子看起来非常夸张，再搭配上这套自动化调节系统，两者结合能提供很强的下压力，大幅提升车子的抓地力。不过这个支架需要他们自己制作，为了不浪费材料，强子先在木板上画出支架的轮廓，然后交给海伦切割。海伦非常擅长这种精细的任务，所以不一会儿就切好了。强子把它和扰流板连接起来，可以看出尺寸刚刚好，所有的功能都正常运转。接着他把这2个木板支架寄到了零件厂，让他们用金属材料复制出来。与此同时，他又用电脑设计了一个涡轮风扇。这个过程很简单，只需要数据传输到机器，稍等片刻就能制作完成。现在有很多个圆盘合起，强子像拼积木一样一点点的组装，完成后再进行焊接，一个涡轮风扇就完成了。他把风扇和风扇对比，结果尺寸不偏不倚，刚刚好。这部分完成后，零件厂制作的尾翼支架也到货了。这个支架的材料是铝合金，重量轻而且足够坚固。强子和海伦把它们进行组装，然后在尾翼和支架之间搭配了一个液压杆，这样驾驶员就能在车内调节尾翼角度。Right, ready? Yeah. Oh my god, that's the coolest thing ever. It's alive. That is the most obnoxious thing I've ever seen in my life. Imagine what this is going to look like on the car. It's going to be epic. 现在硬件方面已经全部完成，海伦要开始给车子喷漆。他先在车身糊了一层纸，然后用胶带贴出大致轮廓，接着用笔在上面作画。完成好效果图后，他们把车子送到了喷漆厂。经过3天的等待，这辆 Super 的喷漆终于完成了。Oh my god. 现在车子焕然一新，而且这样的设计是绝无仅有的，到时候亮相绝对会惊艳众人。接下来就到了收尾阶段，他们给车子装上新的座椅，又换了一套跑车轮胎，在前轮加上2个涡轮风扇，最后是车尾的碳纤维尾翼。要我说，这个尾翼是全车的点睛之笔，也是这辆车的灵魂。这种可调节式的简直太酷了，而且2个大支架直接暴露在外面，看起来霸气无比。现在这辆车已经改装完成，为了给自己的车厂做宣传，3人开车来到了一处广场。这里每周6晚上都会有大量的 Super 车主聚会，要是能征服他们，那么这辆车肯定能卖个高价。当所有的 Super 车主到齐后，他们一把拉开帷幕。
现场瞬间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众人纷纷围过来参观。看来这次车厂又成功了。手机前的你们喜欢这辆车吗？